此时的安东尼奥和阿曼拉莫维奇已经不敢再对叶晨有任何忤逆，于是两人立刻遵照叶晨的要求，各自将自己的手下与家人支开。还没到10分钟，这些人便都从扎诺家族的庄园撤了出去。叶晨放出灵气查探，见整个庄园确实空无一人之后，便对强仔说道：“强仔，你去把车开到门口。”“好的，叶先生。”强仔点了点头，连忙离开酒窖。叶晨又看向安东尼奥和阿曼拉莫维奇，淡淡道：“你们两个赶紧起来去门口。”安东尼奥看着自己的废腿，哽咽道：“叶先生，我走不动啊。”“是啊，叶先生。”阿曼拉莫维奇也一脸颓然地说道：“我也走不动，我的右腿疼得钻心，站都站不起来了。”叶晨冷声道：“你们两个，一个断的是右腿，一个断的是左腿，两人刚好搀扶着一起出去，既然当不了岳父和女婿，起码还能当一对相互搀扶的兄弟。”茱莉亚看不下去，连忙想将父亲搀扶起来，叶晨却开口警告道：“你不要插手。”茱莉亚不忿地质问：“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他们？”叶晨反问：“这就叫折磨了吗？”说罢，他指着身边那中世纪样式的刑架，问他要不要让你爸给你介绍一下这东西平时都是怎么用的，然后再把它用在别人身上的那些招数都在他身上演示一遍给你看看。茱莉亚还想反驳，安东尼奥已经吓得脸色惨白，他连忙推开女儿，紧张地说道：“茱莉亚，你不要帮我，我自己可以站起来。”说罢，他一条腿勉强站立，艰难地跳向阿曼拉莫维奇。阿曼拉莫维奇此时也生怕叶晨再对他们下手，赶紧单腿跳向安东尼奥。两人抱在一起之后，相互用身体支撑着彼此，才算是勉强站稳。叶晨没再理会茱莉亚，迈步向外走去。安东尼奥与阿曼拉莫维奇也赶紧抱在一起跳了出来，茱莉亚一路跟在后面。待4人出来的时候，强仔已经将车开到了庄园的门口。叶晨把安东尼奥以及阿曼拉莫维奇塞进后排，随后自己来到副驾驶，一边拉开车门，一边对跟在后面的茱莉亚说道：“你不用跟着了，去找人把酒窖的尸体处理一下，另外告诉所有扎诺家的人以及阿莫拉莫维奇的随行保镖，谁敢上门替他们2人报仇，我格杀勿论。”茱莉亚紧张地问：“那我父亲今晚还能回家吗？”“回不了了。”叶晨开口道：“他今晚就在唐人街，明天就上船去叙利亚。”茱莉亚忙道：“总要让他跟家人告个别吧。”叶晨点点头，开口道：“放心，明天会让你们跟他告别的，你等通知吧。”说完，叶晨坐进车里，对强仔说道：“开车。”强仔一脚油门，轿车飞快驶离扎诺家族的庄园，朝着唐人街一路驶去。而与此同时，唐人街的烧鹅店里，那5名燃烧天使的成员还在陈兆忠与倪大伟的看守下一动也不敢动。他们此时寄希望于自己长时间没有回去，老大以及其他同党会意识到问题，然后抓紧时间派人过来把自己救走。但是他们心里也清楚，短短1-2个小时不回去，老大也不会有任何怀疑。要想让他起疑心，至少也要等到明天一早。就在他们心中盼着奇迹发生的时候，大门忽然被人推开，5人一脸期待地看向门口，却见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叶晨迈步走了进来。而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后面还跟着2个抱在一起，相互用一条腿蹦蹦跳跳的怪人。不过他们很快便看到，这2个怪人之所以如此奇葩，并非是因为真的奇怪，而是因为他们2人的另一条腿都不断地流着鲜血，仔细一看就能看出2人都受了枪伤。而这个时候，5人中的首脑，
眼尖的威尔约翰逊忽然认出了其中一个断腿的人，他惊骇无比地惊呼道：扎诺老大！另外4人一听这话，一个个也是瞪大眼睛，下意识朝着威尔约翰逊看着的方向看去。这一看不要紧，4个人都吓得魂飞魄散。谁能想到，他们老板的老板，纽约黑手党的老大，扎诺家族的话事人安东尼奥·扎诺，现在竟然如此狼狈地跟在叶晨身后来了这家小小的烧鹅店。要知道，这可是整个纽约实力最强的黑手党大佬，就像是纽约地下王国的皇帝一般。而现在，这个昔日里风光无限、权力通天的地下皇帝，如今却成了一个狼狈的俘虏。这种反差简直惊爆所有人的眼球。倪大为此时也看傻了，他当华帮老大也有些年头，但华帮在整个纽约的底层帮派圈子里，甚至也只能算作最底层，完全就是底层中的底层。对安东尼奥，他早就如雷贯耳，而且在他的认知中，自己连向安东尼奥俯首称臣的资格都没有。可他哪里又能想到，安东尼奥此刻已经成了叶晨的阶下囚。安东尼奥也没想到在这里竟然有人认出自己。他眼见对方皮肤黝黑，而且看穿着打扮就知道一定是帮派成员，心中立刻意识到，这人应该就是自己麾下那些外围帮派中的一份子。想到这里，他又不禁联想到自己今日的遭遇，若不是这几个不长眼的王八蛋收保护费收到了叶晨的头上，自己也不可能遭这种非人的折磨。心中登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已然忘记了自己现在的处境，看着威尔约翰逊，咬牙切齿地骂道：“你这个婊子养的，你老大是谁？谁让你来唐人街收保护费的？瞎了你的狗眼，竟然跑赶到这里放肆！”威尔约翰逊没想到，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自己老大的大老板，竟然一开口就辱骂自己，心里自然委屈得很，只能悻悻道：“扎诺老大，我是燃烧天使的威尔啊，我的老大是丹尼尔，是扎诺老大你让他拿下唐人街以及曼哈顿下城的，所以他才把唐人街这块地盘交给了我，我们都是受您之命啊。”安东尼奥心底一慌，这才想起是自己亲自给燃烧天使以及其他的外围帮派划定了势力范围，并且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自己划给他们的区域彻底肃清占领。而唐人街这块地方也确实是分给了燃烧天使，换句话说，不管这个区域自己分给了谁，对方都一定会找到这家烧鹅店，也都一定会因此而得罪叶晨。于是刚才还怒不可遏的他瞬间哑了火，左顾右盼的不敢再说话。叶晨见他开始装傻，一耳光抽在他脸上，冷声道：“瞧你那个怂样，真给西西里人丢脸。”安东尼奥挨了一耳光，却也只能满脸惭愧地说道：“对不起叶先生，都是我的错。”叶晨冷声问道：“燃烧天使的二当家是谁你知道吗？”“知道。”安东尼奥解释道，“二当家是麦克，和丹尼尔从小一起长大。”叶晨冷声道：“打电话给丹尼尔，让他带着那个麦克立刻到这里来见你。”说罢，叶晨又道：“今天晚上我要把你下面所有的帮派头目以及二把手全都见一遍。另外，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欢迎观看订阅。”